这个男孩可不简单，无论他受再重的伤，只要他的身体触碰到水源，便可拥有快速治愈的能力。在危急关头，他不仅可以操控水来形成一堵无坚不摧的水墙阻挡恶龙，还可以将平平无奇的自来水变成波涛汹涌的海浪，成为强有力的杀伤性武器。他便是海神波塞冬的私生子波塞西。相传世间是由三大神奇共同守护，分别是掌管天神的宙斯、统领海洋的海神波塞冬和审判地狱的冥王哈迪斯。但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喜欢与人间的女子谈恋爱，这才导致世间诞生了一些半人半神。这天，神王宙斯召唤了兄弟海王波塞冬。原来宙斯的武器雷霆权杖丢了，他怀疑小偷就是波塞冬的儿子，于是大发雷霆要将他儿子打入地狱深渊。波塞冬自然不会相信他的儿子会偷权杖，最后宙斯撂下一句狠话，必须要在14天之内交出武器，否则将与波塞冬开战。此刻波西还不知道自己是海神的儿子，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在水下待上1个小时。自从宙斯宣布雷霆权杖被盗后，波西的平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天，女老师让波西去无人的教室等她，波西开心的以为老师要和他深入交流，谁知波西刚进入教室，女老师就变成了地狱恶魔朝波西袭来。恶魔逼迫波西交出雷霆权杖，否则要将他挖心掏肺。关键时刻，教导主任赶了过来， Release him or I swear I'll tear you to pieces。 仅仅是一句话，便让恐怖的恶魔丢下波西，吓得破窗而逃。没等波西反应过来，教导主任便让小黑带着波西和他母亲前往营地躲藏。不料波西母亲是凡人之躯，被结界挡在了外面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将母亲死死抓住。波西瞪大了双眼，这竟是一只巨大的牛头怪物。可怜的母亲被怪物随手一捏化为灰烬，随后怪物一拳将波西击飞数十米，紧接着野蛮冲撞朝波西冲过来。不料波西一个闪躲，怪物撞上了大树，牛角却被卡在了树上，最后怪物扯断了牛角才脱困。波西趁机拼尽全力将牛角拔了出来，在怪物冲过来之际，一把将牛角插进了怪物心脏，这才侥幸将怪物杀死。而波西也因悲伤过度昏了过去。等到波西醒来时，已经身处营地的医疗室里，看到多年好友的下半身竟是羊，波西这才相信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座营地里的所有学生都有神和人的血统，由于宙斯下令众神不得与凡间私生子见面，所以众神在凡间建立了这座庇护所来保护他们的孩子。小黑带着波西见到了学校里的教导主任，他竟然也是隐藏在凡间的半人马生物。原来波西从小到大一直都被他们守护着。波西在这里也终于了解了自己的身世，并且还结识了女神雅典娜的女儿安娜。这天晚上，众人都围在篝火旁休息，突然一只全身冒着火焰的恶魔冲了出来，他正是来自冥界的冥王哈迪斯。冥王一照面就给众人来了个下马威，其目的竟也是为雷霆权杖而来，并指明让波西把权杖交出来，表示可以用他母亲的生命来换。原来哈迪斯派出的牛头怪没有杀死波西母亲，而是将他捉到了冥界里。哈迪斯正是利用了波西的软肋，告诉波西要想救出母亲，就带着雷霆权杖到冥界里找他，随后便消失不见。半人马主人急忙告诉波西，如果冥王知道他手里没有雷霆权杖，那波西和他的母亲都将会被杀死，告诫波西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可救母心切的波西怎能放着母亲一人在地狱里受苦，于是在深夜里打算悄悄行动。他的守护者小黑和好友安娜也誓死相随，可波西根本不知道进入冥界的方法。好在安娜想到了一个人或许会有办法，他便是信使之神的儿子卢克。卢克对于几人的到来似乎并不意外，他送给了波西一双会飞的鸿星尔克和一张通往冥界的地图。卢克提醒几人，想要进入冥界很容易，但想要回来却是很难，因此他们要在进入冥界之前找到3颗绿珍珠，再需要10绿珍珠便可将几人带回凡间。出发之前，卢克好心的送了波西一个护盾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3人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第1颗珍珠的藏身地。这里阴森诡异，到处都是面目狰狞的石像，殊不知他们已经闯入了恶魔的巢穴，那便是能石化一切血肉之躯的蛇发女王美杜莎。女人摘下了头巾，露出那满头乌黑亮丽的蛇发，她便是传说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。相传她的眼睛能石化一切血肉之躯，女孩和老妇人吓得紧闭双眼不敢睁开。可美杜莎的声音似乎蕴含着魔力，受到蛊惑的老妇人渐渐放下了双手。下一秒，满脸惊恐的老妇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冰冷的雕像。接着美杜莎又开始不断的蛊惑安娜，但安娜愣是死活不把眼睛睁开。就在美杜莎即将失去耐心时，波西的出现打断了她。美杜莎嗅到了波西体内流淌着海神波塞冬的血液，瞬间燃起了心中的怒火。众所周知，美杜莎之所以变成现在的模样，全是拜波塞冬所赐。如今仇人的儿子主动送上门来，美杜莎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报仇的机会。最终波西还是被美杜莎抓了起来。就在美杜莎即将释放死亡凝视时，安娜开着汽车直接撞了过来。被撞蒙圈的美杜莎捡起了地上的大哥大，不料正中了波西的圈套。美杜莎再一次被砍下了头颅。波西将头颅丢给小黑以备不时之需，并在美杜莎的手腕上拿到了第1颗绿珍珠。有了第1颗珍珠在手，
地图上自动显化出第二颗珍珠的藏身之地，是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博物馆之中，而第二颗珍珠正镶嵌在雅典娜的皇冠之上。此刻游客众多，显然不是下手的时机，于是几人藏在了洗手间里，直到深夜。此时只剩下几名清洁工人在打扫卫生。安娜用事先准备好的麻醉弓，挨个给工人们打了一针。接着波西穿上了长着翅膀的小飞鞋，一个箭步飞向了神像头顶，快速将珍珠取了下来。三人没想到第二颗珍珠竟这么轻松的就拿到了手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几名工人齐刷刷的走出来，站成了一排，接着异口同声的让波西交出珍珠。波西自然不愿意拱手相让，只见几名工人身体冒出阵阵浓烟，并开始融化。顷刻之间，传说中的九头龙赫然出现在几人面前，那炙热的3味真火连小编都要退避3分。几人慌忙找掩体躲藏起来，绿珍珠还不小心被弄丢了出去。波西拿出盾牌，拔出宝剑，吃力的抵抗恶龙进攻，最终凭借小飞鞋的飞行能力，成功将恶龙的头颅全部斩下。还没等几人欢呼之际，那条恶龙又缓缓站了起来，而原本脖子上被砍下的头颅竟诡异的迅速长出来2个。情急之下，安娜用弓箭将恶龙引了过去，波西则趁机去拿地上的珍珠，但不料被恶龙发现，炙热的火焰将盾牌瞬间烧得通红。这时波西发现了远处的水池，接着念力一动，顿时水流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堵屏障，将恶龙挡在外面。波西趁机拿到珍珠，迅速朝大门跑去，不料大门早已被牢牢锁住。这时恶龙突破了水墙，冲了过来。关键时刻，小黑祭出了美杜莎头颅，能石化一切的美杜莎之眼果然不负众望，强大的九头龙就这样变成了一座雕像。这下博物馆可赚大了。现在只剩下最后的第3颗珍珠，它藏在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城里。好在这颗珍珠没有恶魔和凶兽守护，在3人相互合作下，最终拿下了最后1颗珍珠。还剩最后1天，便是宙斯要求交出雷霆权杖的日子，否则众神之战将是3界的浩劫。几人驱车快速来到了冥界入口，并买通了引渡使者。在无边地狱里，波西终于见到了他的母亲，同时也发现了这原来是一场阴谋。引渡使者将几人带到了冥王的老巢，而刚踏入阴殿的几人就遇到了大凶之兆，此人正是冥王的爱妃普西芬妮。随后冥妃将几人带到了冥王面前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恶魔之王竟是一身摇滚打扮的时尚男人，因此小黑向冥王提出了质疑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，冥王这才现出了真身。冥王告诉波西，他之所以要拿到雷霆权杖，是想要推翻宙斯的掌权，一统3界。只要波西交出权杖，便可将他母亲带回人间。可波西连雷霆权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他只想告诉冥王他并没有偷取权杖，并祈求冥王放过他的母亲。然而波西的想法还是过于天真，冥王自然不相信波西的话，接着打碎了一个封印的塔，将被囚禁的波西母亲释放了出来。母子2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盾牌发出阵阵电光，原来雷霆权杖竟然藏在卢克送给他的盾牌里。卢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几人还是不得而知。冥王如愿以偿拿到了武器，随后便翻脸不认人。他命令冥妃召唤出地狱恶犬，要将几人吞下。就在这时，冥妃突然一把夺过冥王手里的权杖，接着将冥王重重击飞出去。原来冥妃一直不满冥王的野心，如果冥王向宙斯发动战争，那么3界将生灵涂炭，这不是他想看见的结果。冥妃让波西赶紧带着权杖返回人间。此刻离宙斯要求归还权杖的时间仅剩1个小时。看着手中的3颗珍珠，几人却犯了难，每颗珍珠只能带走1人，可他们现在有4个人。这时小黑自告奋勇选择了留下。其实小编觉得小黑的内心是想化解大凶之兆。波西几人也是看透不说透。随后几人将脚下的珍珠共同踩碎，接着变化成了一股浓烟离开了冥界。冥妃含情脉脉地看着小黑。画面一转，几人来到了通往奥林匹斯山的入口。此刻天空中乌云密布，看来宙斯为了雷霆权杖即将与波塞冬开战。就在几人准备进入通道时，空中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卢克。他得知了波西要进入冥界，便将偷来的雷霆权杖悄悄塞在了盾牌里。冥王得到权杖后，定会发动众神之战，到时候3界大乱，众神陨落，卢克便能坐收渔翁之利，一统3界。波西自然不会让卢克的阴谋得逞。卢克率先发动攻击，一脚将波西踹倒在地，权杖也被甩了出去。情急之下，安娜想要拿回权杖，却被卢克抢先一步。安娜拔出武器与卢克展开近身搏斗，卢克不敌，被安娜划伤手臂，接着被一脚踹到了空中。卢克使用雷霆权杖朝几人发动攻击，强大的力量瞬间将整个平台轰碎，接着卢克便朝空中飞去。波西穿上小飞鞋，与卢克在空中展开一场激烈的抢夺战。波西趁卢克不注意，一把将其撞翻，接着抢过手中的权杖，快速朝神界入口飞去。不料卢克很快追了上来，精准的一记飞镖砍断了波西的小飞鞋翅膀。波西重重的摔落在一处房顶上，权杖再次落入卢克之手。正当卢克准备解决波西时，波西体内的海神之力瞬间爆发，楼顶的水箱瞬间炸裂，
所有的自来水全部喷涌而出，最后快速汇聚在一起，成为波西的大杀器。波西用力一挥，数十吨重的自来水全部冲向卢克，最终卢克被淹得差点断了气，可他还仍不死心。波西念力一动，一把三叉戟迅速形成，紧接着对准卢克狠狠掷了出去。这个祸害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波西带着权杖快速来到入口，母亲打开了通往奥林匹斯山的电梯，在一阵耀眼的光芒过后，几人终于来到了众神居住的地方。在最后一刻，波西带着权杖赶到了神殿，及时把权杖还给了宙斯，并且将整件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，最终化解了这场战争危机。然而就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正等待着波西。这个独眼男孩突然发现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，几人仔细一看，这些如刀片一样锋利的家伙像极了鲨鱼鳍。三人吓得拼命开始划船，突然女孩察觉到了不对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鲨鱼，而是镇守魔兽之海的海妖巨齿，它会将所有闯入者全部吞下去。放眼望去，一张深渊巨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眼看几人就要被海妖吞噬。海神波塞冬之子波塞西试图使用神力化解危机，不料神力在此地根本无法释放，殊不知就连众神之王宙斯路过此地都要绕道而行。随着漩涡不断加速，三人连小船一同被吸了进去。经过一阵犹如过山车般的颠簸后，几人有惊无险地落到了底。这里空间巨大，空气中四处弥漫着酸臭味，从到处散落的残骸来看，所有在百慕大消失的飞机船只全都被海妖吞进了肚子里。这时空气中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正是他们的老熟人克里斯。没想到同样来寻宝的克里斯也被海妖吞下了。几人还没来得及叙旧，危险再次来临，海妖开始消化吞进来的东西，那强大的胃壁犹如破壁机一样将轮船碾得粉碎。要不了多久，整艘战舰连同所有人都将被胃液消化的魂都不剩。危急关头，波西爬上了炮台，对准海妖胃里最薄弱的位置不断的轰击，终于强大的箭炮将海妖身体打穿了一个窟窿，吃痛的海妖差点将整艘战舰碾碎。克里斯趁机一脚踩进油箱里，朝着洞口冲去，最终战舰成功冲破胃壁，从海妖体内逃了出来。两队人马这才有惊无险的回到了海面上，而令他们不顾生死来此地的目的，正是为了找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金羊毛卷轴，从而去救醒身中剧毒奄奄一息的天神树。相传天神树是宙斯的女儿所化，正是为了保护这群流落凡间的半人半神。由于宙斯下令众神不得与凡间的私生子见面，所以众神联合起来建立了这个庇护所。天神树所产生的结界蕴含众神之力，能有效的保护这些孩子不受恶魔侵害。可直到这一天，原本坚不可摧的结界却被一头纯银的金牛撞。金牛浑身充满了怒气，对着营地里众神的后代大开杀戒，一时间整个营地乱作一团。没想到这头金牛杀人放火样样精通，它开始变换形态，瞬间喷射出炙热的火焰，要将营地化为灰烬。反应过来的混血人纷纷拿起武器开始反击，金牛一个原地转身，吓得两人撒丫子就跑。波西见状，迅速扯下一块红旗，开启了斗牛模式。见到红色的金牛，被瞬间激怒，将牛角变换了形态，迅速朝波西冲来。波西躲闪不及，被撞翻在地。紧接着，金牛开启离地模式，要将波西搅成肉泥。危急时刻，安娜将长矛刺进了金牛体内，奈何眨眼之间，长矛就被搅成碎片。金牛暴怒，调转目标朝安娜追来。战神之女克里斯见状，一个箭步跳到金牛背上，不料还没来得及坐稳，就被强壮的金牛瞬间弹飞出去。就在金牛朝克里斯发动致命一击时，泰森挺身而出，双手死死抓住了牛角。不愧是海神和海精灵的后代，力量上绝对和金牛不分上下。哪知金牛却不讲武德，突然变换喷火形态，瞬间炙热的火焰朝着泰森喷射而出。可令众人惊奇的是，火焰散去后，泰森居然毫发无损。金牛彻底懵逼，趁着金牛分神之际，小黑几人给金牛重重一击。金牛本着谁打我我打谁的原则朝小黑几人追去。波西见状想用铁链捆住金牛，不料反被金牛连拖带拽重重甩到了墙角。金牛再次伸出了绞肉机，好在被波西成功躲开。波西反应过来，将神剑扔进了金牛体内。最终金牛因被卡住齿轮能量无法释放，没过多久机体便发生了爆炸。朦胧之中，前方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正是被波西用三叉戟刺入大海的卢克。原来他并没有死，反而利用金牛对营地展开了报复。卢克告诉波西复仇还没有结束，他一定会卷土重来。接着打开了传送盘，就此消失。大战结束后，众人来到了结界边缘，发现守护营地的天神树身中剧毒，这才导致结界不稳，犹如纸糊的一般。显然这一切都是卢克捣的鬼。安娜了解到，唯一能治愈天神树的只有传说中的金羊毛，而金羊毛的藏身地却在危机四伏的魔兽之海，也就是凡人所谓的百慕大三角洲。得到了金羊毛的位置后，一行人踏上了九死一生的寻宝之旅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安娜将神水喷在了泰森脸上，这能暂时使他变成正常人的模样。随后安娜吹响了口哨，只见天空中飘来两盏明亮的大灯，接着两盏灯汇聚在一起，变化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。虽然车子看起来破旧无比，但速度却是快得出奇。这时几人才发现司机竟是三个有眼无珠的美女。
突然，前方即将撞向大树，美女却不慌不忙地拨动了拉杆，只见车子竟然分成了2半。好在关键时刻，安娜一把将波西拉了过去，随后车子又合在了一起。波西嫌速度太慢，司机直接开启了推背模式，这速度直接将测速仪都给干爆。可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计价表上的数字也在疯狂飙升。安娜表示已经付不起车费。司机快速踩下紧急刹车，随后司机将几人丢在了马路边，愤愤离去。几人只能朝着魔兽之海的方向继续前行。不料半路中，小黑被一伙神秘人劫持。为首的在波西面前使用传送盘带走了小黑，能使用传送盘的无非就是卢克的手下，而他劫持小黑的目的正是为了金羊毛，因为只有半羊人才能感应到金羊毛的具体位置。无奈之下，几人找到了卢克的父亲信使之神，在得知自己的私生子胡作非为后，信使之神利用权杖很快找出了卢克在海湾的游艇上。三人很快来到了海边，而卢克的游艇正停在远处的海面上。这时泰森将手放进海水里，开始祈祷父亲波塞冬的帮忙。起初波西还不相信泰森能得到父亲的帮助，没想到眨眼之间海面上便有了动静，一头色彩斑斓马头鱼身的家伙一跃而起。这个色彩鲜艳的家伙应该叫马鱼还是鱼马？几人毫不客气地骑了上去。虽然这家伙不知是何种生物，但在水中的速度却是丝毫不慢，很快就带着几人悄悄追上了卢克的游艇。临别前还不忘向男孩索取奖励，男孩随手掏出几颗糖果丢了过去，这家伙便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消失在大海中。三人小心翼翼进入了游艇内部，他们发现卢克在运送一个诡异的石棺，突然一只亡灵嗅出了他们的味道，几人吓得慌不择路，四处逃窜。不料被卢克的蝎尾怪发现，蝎尾怪一个跳跃就将几人堵住了去路。随后几人被带到了卢克面前。波西在游艇上并没有发现小黑的身影，卢克表示他的手下已经带着小黑去寻找金羊毛，而卢克要得到金羊毛的目的竟是要复活石棺里的东西。相传在宙斯统领众神之前，世界是由他的父亲克罗诺斯统治，但克罗诺斯生性残暴无比，并且喜欢吞噬自己的子民。后来他的儿子宙斯波塞冬和哈迪斯联起手来，共同消灭了他们的暴君父亲，并将他的遗体封印在了这座石棺之中。卢克正是要利用金羊毛复活被封印的克罗诺斯，并利用克罗诺斯的怒火摧毁三界。随后卢克命令将几人关进了船舱。这时波西想到了逃出去的办法，他让安娜和泰森紧紧抓牢，接着便开始使用神力控制海浪。顷刻之间，海面上就形成一股股滔天巨浪，整艘游艇开始左摇右晃，终于挂在外面的背包被晃了下来。波西从背包里拿出一卷神奇的胶带，然后将其粘在了肛门上，被圈住的肛门很快消失不见。三人蹑手蹑脚地走过蝎尾怪看守的房间，成功来到了甲板。安娜和泰森跳到了皮划艇上，打开了可以释放龙卷风的风杯，凭借强大的推力推着皮划艇急速前行。波西也从游艇上一跃而下，使用神力将海水变成了冲浪板，踏浪而行。卢克见状紧跟着跳了上去，但他并没有操控海水的能力，最后被波西一掌击飞掉进了大海里。接着波西追上二人，跳到了皮划艇上，三人快速朝着魔兽之海的方向前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空中开始乌云密布，显然几人已经到达魔兽之海的海域。忽然海面上出现一排排尖锐锋利的牙齿，这正是镇守魔兽之海的海妖克拉肯。巨大的海妖张开那深渊巨口，形成了一个超级漩涡，几人连同皮划艇瞬间被海妖吸进了肚子里。在海妖的肚子里四处散落着飞机船只的残骸，看来所有消失在百慕大三角洲的生物都是海妖岛的鬼。巧合的是，在这里竟然遇见了同样来寻找金羊毛的克里斯，双方还没来得及叙旧，海妖就开始消化胃里的食物。坚硬的轮船在胃壁面前犹如玩具一样薄脆。危急关头，波西快速爬上了战舰的炮台，对准海妖胃里最薄弱的位置疯狂开火。最终战舰在被碾碎之前打穿了胃壁，紧接着冲破胃壁，从海妖胃里逃了出来。一行人沿着目标航线继续前行，终于找到了金羊毛的藏身之地。这里原本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小岛，但后来被一个独眼巨人霸占，他吃了岛上所有的游客后，便将这里作为了老巢。从四处散落的骷髅来看，那些想要盗取金羊毛的生物都成了巨人的口粮。几人小心翼翼进入了巨人巢穴，发现小黑一身女仆打扮正在服侍巨人。原来巨人是个近视眼，小黑的打扮令巨人误认为是他自己的同类，所以小黑才没被吃掉。波西小声将小黑喊了过去，众人开始商量如何拿到巨人身上的金羊毛。小黑跑到巨人面前吸引巨人注意，克里斯则从背后偷偷勾取金羊毛。不料敏锐的独眼巨人发现他们，几人想离开这里却被巨人拦住。这时泰森跑了过来吸引巨人注意，波西趁机一个侧翻成功拿到金羊毛。巨人大怒，朝着几人追去。危急关头，泰森拨动机关，巨石成功落下，死死堵住了出口。几人有惊无险，终于拿到了宝物。但好景不长，阴魂不散的卢克又追了过来，他让波西交出金羊毛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卢克拿出弓弩对准波西扣动了扳机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泰森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致命一击，而自己也重重地掉入了悬崖下的激流中。几人被牢牢绑了起来，卢克也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。只见他将金羊毛盖在了石棺上面，
复活神力开始生效。波西用力将口袋里的诅咒之剑倒了出来，接着按下开关，迅速变大的剑身割断了绳索。波西手持神剑快速朝卢克冲过去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。关键时刻，泰森再次出现，并将卢克一把甩飞出去。原来泰森同样继承了用水治愈身体的能力。就在这时，复活神力完成，被封印在石棺里的遗体冲破封印，泰坦暴君克罗诺斯再次复活。卢克这个狗腿子想上前示好，却不料被克罗诺斯一口吞下了肚，众人吓得落荒而逃。而小黑也因逃跑不及被一把抓住吞了下去。接着克罗诺斯一只大脚差点将波西踩扁，波西反手就是一剑砍断了克罗诺斯一只脚。原来波西手中的诅咒之剑正是当年击败克罗诺斯的神器，克罗诺斯也认出了这把剑。波西一跃而起跳到了克罗诺斯身上，将诅咒之剑狠狠插进了克罗诺斯的胸膛，接着给这个暴君来了个开膛破肚。只见暴君体内的能量急速消散，刚出场不过3分钟的暴君再次被封印起来。幸运的是被吞下的小黑被解救了出来，而卢克就没那么幸运，他刚好掉进了独眼巨人的巢穴。Just in time for dinner. 最终金羊毛被成功带回了混血人营地，濒死的天神树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疗，坚不可摧的结界再次形成，混血营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